近几个月，原本活跃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一群非洲女性突然消失了。她们是那些嫁给中国男人的非洲媳妇，也是用镜头记录跨国婚姻、分享生活、推销家乡产品的普通女性。但就在最近，一波举报风暴席卷而来，许多非洲媳妇的账号被封，视频被下架，甚至本人被迫离开中国。这不是个别事件，而更像是一场有组织的网络猎杀。今天，我们就来理性分析，是谁在举报非洲媳妇？为什么他们成为了目标？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心理与利益链条？从热闹到沉寂，非洲媳妇的消失潮。时间回到2023年底到2025年初，中国各地的中非家庭成为短视频平台的新风口。非洲媳妇们拍摄自己在中国的生活，有人在农村做饭、晒农作物，有人分享带娃、探亲的日常，也有人在网络直播卖非洲咖啡、手工艺品、化妆品。这些视频温暖、接地气，也拉近了观众对跨国婚姻的理解。他们身上的笑容，对家庭的热爱，对中国生活的适应努力，让很多人感到亲切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2024年末开始，一批非洲媳妇的账号接连被举报，涉嫌违规经营、签证不合规，利用短视频牟利。有人在直播间哭诉账号被封或卖不出去，有人直接被要求停止更新视频，还有人因为签证问题被迫回国。这些举报的目标异常集中，几乎都是非洲籍女性，而且多为在中国拍视频带货的群体。于是，舆论开始怀疑，这可能不是偶然，而是有组织、有针对性的举报行动。而举报的背后，一种隐形的排斥机制。在这场举报潮中，举报者往往打着维护法律秩序的旗号，他们声称外国人不能随便直播带货，他们拿的只是家属签证，不该从事经营活动，他们抢了中国博主的饭碗。这些话表面上有理，但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，举报的矛头几乎只指向非洲媳妇，而不是其他同样在中国拍视频的外国人。同样是外籍伴侣，欧洲、东南亚、日韩的博主很少被波及。这说明，这并不是单纯的签证问题，而是带有强烈的社会偏见与歧视心理。在部分人眼中，非洲女性嫁到中国仍被贴上低层次、博流量、为签证而婚的标签。他们的成功、他们的自信，甚至他们的笑容，都会触发某种心理不平衡。举报成为一种合法的排斥方式，表面是法律维权，本质是情绪发泄。有组织的举报，隐秘运作与灰色利益链。部分业内人士透露，这次的举报潮并非零散个人行为，在一些微信群、QQ 群，甚至网络论坛上，有团队专门搜集非洲媳妇的视频链接，有人负责举报签证问题，有人查他们的电商备案、直播合同、报税信息。更令人警惕的是，有人还会以帮忙解决封号为由，向当事人索要钱财。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链条。先恶意举报，再假装有门路，收取费用解封，继续制造恐慌。这种操作在网络中屡见不鲜。在没有媒体关注，当事人又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这些非洲女性几乎没有反抗能力。她们不知道如何申诉，也不了解中国的签证与网络法规，只能选择沉默、删除账号、离开中国。跨国婚姻的现实困境。这场举报潮不仅仅是网络事件，更是跨国婚姻的一面镜子。许多非洲媳妇本身经济并不宽裕，她们拍视频、卖货是为了补贴家庭开支，而她们的丈夫多数是普通农村或中小城市出身的中国人，也并不富裕。当互联网成为唯一能让他们发声的平台时，举报的出现等于掐断了他们的生路。没有收入，他们就无法承担长期签证、孩子教育和家庭生活开销。这种看不见的封杀不仅影响个人命运，也让中非民间关系受到伤害。原本许多人通过这些视频了解真实的非洲女性，如今却被迫看到沉默与误解。真正的问题，法律盲区还是人心偏见。从法律角度看，举报者并非全无依据。中国的确对外国人从事商业互动、网络直播有明确限制。持家属签证 S 类的外国人，原则上不能进行商业盈利活动。但问题是，许多非洲媳妇并不是在开公司，而只是分享生活，偶尔卖家乡特产。他们的行为与众多在华外籍留学生、外教网红无本质区别。然而，后者往往得到宽容，前者却被集体围攻。这恰恰暴露了一个现实：法律的不平衡执行往往放大了社会偏见。同样的行为，
不同的肤色、口音、背景，就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命运。6. 从猎杀到反思，谁能为他们发声？当舆论沉默，平台冷漠，法律模糊时，这些非洲媳妇几乎成了隐形人。他们没有公关团队，也没有律师支援，他们的故事不会被主流媒体报道，只能在小众平台流传。但他们不该被遗忘，他们的婚姻是真实的，他们的努力是真诚的。他们嫁到中国，不是为了诈骗或炒作，而是为了家庭，为了生活。举报者或许以为自己在维护秩序，但事实上，他们在摧毁那些正在努力融入中国社会的家庭。他们让孩子失去了母亲，让家庭分崩离析，也让外界对中国社会的包容性产生质疑。7. 结语：希望法律，而不是情绪，来定义正义。举报不该成为一种武器，网络秩序需要维护，但更需要理性与温度。在这场针对非洲媳妇的举报风暴中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法律问题，更是一种社会情绪的投射，对陌生的恐惧，对弱者的苛责，对异文化的不理解。真正的法治不是用来打压谁，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被公平对待。真正的互联网也不该成为猎杀场，而应是理解与沟通的桥梁。愿未来的某一天，这些非洲媳妇不再害怕拿起手机拍视频，她们的笑声能重新出现在中国的镜头里，那将是文明与包容的最好证明。